大家都不看好你时，还就数你最争气，这绝对是巴黎奥运会上最令人心酸的一幕。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当陈梦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以4-2的分数逆转战胜孙颖莎，成功卫冕奥运冠军。同时，她也成为继邓亚萍、张怡宁之后第3位连续2届奥运会卫冕的乒乓球女单冠军。本来应该是值得庆祝的一幕，却没想到现场根本没有喝彩声，有的也只是为孙颖莎呐喊的声音，甚至还有人高呼退票，以此表达不满。毫不遮掩的区别对待惊呆了不少国外网友，这难道不是中国内战吗？搞得陈梦像是外人一样，两人明明都是在追逐梦想，为何陈梦偏偏就不受待见？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关于陈梦的冠军之路。我的时代到来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或许陈梦自己也没有想到，这短短的一句发言竟会成为自己的心魔。2020年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中，陈梦4-2战胜国乒队势头正旺的孙颖莎，夺得个人第1枚奥运会女子单打金牌。喜极而泣的陈梦在赛后采访时直言，属于自己的时代即将到来。没成想这一番自信发言却碰到了眉头，陈梦也瞬间成了被网友们炮轰嘲讽的对象，各种难听话不仅让国乒队的教练慌了神，就连乒协主席刘国梁也亲自出面澄清此事。总之，这一次陈梦为自己的不严谨发言付出了代价，也许是被骂怕了。此后的3年，陈梦这位手握奥运金牌的世界冠军陷入了自我怀疑，她的职业生涯也随之陷入低谷。陕西全运会、休斯敦世乒赛、WTT 世界杯决赛以及 WTT 澳门冠军赛均止步半决赛。东京失利的刘诗雯在此期间也战胜她，获得了混双和女单冠军。长达200天的冠军荒令陈梦深陷自我怀疑中不能自拔。2022年春节，陈梦给自己放了个难能可贵的长假，带着满心的困惑和迷茫，陈梦拜访了恩师董曦，向对方表明自己仍不想放下球拍的想法。冲金牌易，守金牌难，这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成为摆在陈梦面前全新的难题。对于已经登上过顶峰的他来说，继续前行要比从零开始更为艰难。为了突破自我，陈梦在董曦的激励下重新回到了训练场，再度握紧了球拍。作为国乒队在役女运动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面对伤病的困扰、年轻球员的追赶以及竞技状态不断下滑的3重压力，陈梦明白唯有付出更多，方能让自己保有巴黎奥运会参赛名额的机会。那么具体到他每天时间安排是怎么样的？从他社交账号上发布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常从下午3点半一直训练到晚上10点，而这也只是体能强化训练的一部分。另外，他每天用于康复治疗的时间和训练时间几乎持平。然而，就算陈梦付出了这么多，他的成绩依旧不算理想。王曼濂、王艺迪这些小将们纷纷超越了他，还一度把他挤出了世界前3。按这个趋势走下去，陈梦根本不可能拿到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长时间的状态低迷，一度也让球迷和粉丝对他失去了信心，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要退役了。与此同时，东京奥运会上一度被认为是散养的孙颖莎大幅度完成了对陈梦的超越，各种赛事冠军拿到手软，世界杯赛事上更是击败了陈梦，登顶世界排名榜首。无论在世界舞台还是队内训练，孙颖莎都成长为了陈梦难以战胜的队友，不仅收获了诸多粉丝，还成为球迷及教练心中巴黎奥运会夺冠的热门人选。而陈梦虽然在 WTT 沙特大满贯赛事上4-2战胜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重回世界排名第2，并且取得巴黎奥运会女单参赛资格，却依旧不被外界看好，甚至有人还怀疑她这个参赛资格是否存在水分。毕竟3年的低谷期对于任何项目在役运动员来说都太长了。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导致他不被看好？当然有，饭圈文化入侵乒坛的现象日益严重。先前乒乓球队在马龙、张继科、许昕鼎立时期就已经有明显的饭圈文化了，无论是 CP 粉还是伪粉，都给3人带来了不小影响。线上的网络舆论暂且不谈，光是线下的应援手幅、应援口号以及观赛时的激光笔，都曾给运动员和比赛带来了不小麻烦。为此，时任男乒总教练的刘国梁还特意发微博，用一则寓言故事告诉大家理智追星，别让饭圈文化影响了球队的发展。
可效果并不显著，反而队里的饭圈文化日益猖獗。饭圈文化影响之下，很多运动员都拥有了自己的粉丝，这些粉丝为了维护心中的偶像，甚至产生了扭曲心理。在他们看来，除了自家偶像，其他的运动员都很差劲。粉丝没有立场，更没有对错之分，他们只有一个原则：凡是赢了自家偶像的对手，都必须接受惩罚。甚至有时为了让偶像赢得赛事，不择手段，利用激光笔、呐喊声扰乱赛事现场，种种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比赛了。乒乓球队也曾呼吁过很多次要坚决抵制饭圈文化，运动员们也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劝导粉丝要有分寸，多关注比赛，不要过度关注自己的私生活，但始终收效甚微。在这种饭圈文化的感染下，各种乱象频发， CP 粉和伪粉吵个没完，接机、送礼物、举办生日会等应援现象也是层出不穷。巴黎奥运前夕，孙颖莎靠着出色表现收获许多大赛冠军及奥运积分，也因此吸引了不少粉丝。流量和人气虽说暂时比不上顶流 idol， 但在体育界也算顶流。而孙颖莎和王楚钦私下里经常一起训练，一起接受采访，一起参加比赛，久而久之，两人的 CP 粉应运而生，不少粉丝都会扒着两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展开各种看图说话的联想。这次巴黎奥运会，不少粉丝不辞辛苦地跑到巴黎为他们加油鼓励，而他们也不负众望，拿下了混双金牌。到了各自的单打比赛，粉丝们也不肯错过任何一场。人气和流量的双重加持下，孙颖莎和王楚钦也成了夺冠的大热门，甚至某些品牌和特意提前为他们制作了夺冠的庆祝文案。然而陈梦在这方面就显得有些落寞，不仅没有高人气和流量，甚至连不懂球的观众都能吐槽他一句情商低。悬殊的差距也难怪陈梦比赛前一直得不到观众支持。当然，除了人气与流量的低迷，陈梦不被看好，或许背后牵扯的还有其他利益。正常来看，不论陈梦和孙颖莎谁能够拿得到冠军，都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毕竟他们都是在为梦想而拼。但陈梦在夺得冠军后，为何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甚至还引发诸多不堪入目的言论和行为呢？这背后跟他们所代言的产品产生的利益密不可分。最近某奶制品的品牌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因为乒乓球女单决赛还没开始之前，这个品牌就在北京三里屯推出了祝贺孙颖莎夺得女单冠军的庆贺广告。虽说这个品牌最近也在解释说进行广告投放调试时出现错误，并诚恳道歉，网友对此可并不买账。这种庆贺广告完全可以在运动员夺冠后再放，是投放时也完全可以用另外的图片测试，完全没必要非要拿这张有争议的图测试。如今这张图被放出来了，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因为陈梦抢了风头，导致赞助商品牌利益受损，因此就雇水军攻击陈梦。拉踩别人，抬高自家代言人的形象和曝光度，这种情况是否存在？虽然没办法核实，但至少可以看到陈梦夺冠后的确出现了不少不友好言论，可见品牌赞助商的偏袒也是陈梦不被看好的部分原因。那么既然陈梦这么不被看好，为何她能卫冕奥运会的冠军呢？一方面肯定离不开陈梦自身实力的强硬，在高手如云的国家队，但凡陈梦没有实力，绝对不可能走到现在，甚至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他都拿不到。不过想要直观清楚地了解到陈梦的到底实力如何，从他过去的经历中，我们也许能找到答案。陈梦是继张继科之后的第二个山东青岛籍乒乓球奥运会单打冠军，出生在半个乒乓球世家，妈妈年轻时曾荣获过某部队的乒乓球比赛冠军，还曾斩获过山东省乒乓球比赛亚军。受妈妈的影响，陈梦5岁便开始练习乒乓球，训练时教练发现了他的乒乓球天赋，认为他的球感和爆发力极佳，再加上陈梦平时很听教练的话，训练也很刻苦，因此在练了几年后，陈梦就在某次青岛市乒乓球比赛中斩获了人生第1个冠军。2004年10岁的陈梦靠着优秀的基本功和出色的大赛成绩入选山东省体工队，从此踏上了乒乓球专业的道路。在工体队的那段时间，陈梦的球技得到了飞速提升。2006年，她在全国少年乒乓球赛里荣获女子单打第5名。2007年，她代表中国队出战澳大利亚青年乒乓球赛，荣获3冠王，包括女单冠军、女团冠军、女双冠军。这也是陈梦首个世界大赛3冠王。凭借此成绩，13岁的她也轻松入选国家2队。一般情况下，运动员基本是15岁左右进入国家队的，而陈梦在13岁
岁时便打入了国家队，可见他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2008年 U17 中国全明星乒乓球赛中，陈梦连克多个强敌再次夺冠，一时间他在国内名声大振。此时许多观众注意到他打球时不会像其他运动员一样大喊大叫，输赢都是自己默默承受，有明显的大将之风。2010年，陈梦正式进入国家一队，并在国乒女队直通鹿特丹乒乓球锦标赛内选拔赛中连续战胜郭跃，受到队内教练组的重视和关注。2011年的世青赛，陈梦一路过关斩将，打入决赛，并在决赛中以4-2的成绩战胜队友朱雨玲，再次荣获世青赛的女单冠军，同时还荣获女双冠军、混双冠军。这一年世青赛3冠王的荣誉再次被他收入囊中。2012年国际乒联巡回赛卡塔尔站，陈梦再次问鼎女子单打冠军。同年的国际乒联巡回赛中国站，陈梦首次在决赛中以4-3战胜如日中天的刘诗雯，夺得女单冠军以及女双冠军。从小梦到大梦，都是陈梦用球拍一拍接一拍打出来的。在那个上有丁宁、李晓霞、刘诗雯3位大将，下有朱雨玲、孙颖莎等小将的处境中，陈梦能拿到这个成绩，已足以证明她的实力。2018年多次获得国际乒联职业巡回赛和总决赛冠军的陈梦，总算把自己的世界排名打到了第一。然而别看陈梦在世界排名上得到了第1名，但她在一些重要比赛中却从未夺得过冠军。2018年亚运会决赛上不敌王曼澧，2019年亚洲杯决赛不敌朱雨玲，2019年世乒赛不敌刘诗雯，2020年海南奥运模拟赛时期的低谷，在亚洲杯和3大赛这些重要比赛中，他更是颗粒无收，期间更是遭遇到了不少质疑和谩骂。不过好在靠着对乒乓球的热爱，陈梦终于在2020年迎来了丰收，先是获得了德国公开赛、卡塔尔公开赛、世界杯等赛事的女单冠军，在国际乒联总决赛中豪取女单4连冠，特别是在世界杯决赛中，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扳4局，这个首个单打世界冠军提升了他的信心，也让他坚定了奥运会夺冠的决心。然而一个运动员能够成功，除了技术上要有领先，也得有极强的抗压能力。一场比赛会有赢家，便会有输家，接受不了输就不会赢。而在心理素质这方面，经过东京奥运会3年的低谷期，陈梦也变得更加成熟稳定。决赛开启前，前国家队大满贯选手丁宁就曾说过，比起乒坛新贵孙颖莎，作为老将的陈梦有着更加老练且丰富的经验。对于细节的把控，能让陈梦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将自己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果不其然，之后的女单决赛场上为自己加油打气的粉丝寥寥无几，陈梦也没有气馁，反而在巴黎决赛场上重现4-2完胜的场面。即便陈梦在赛后被诸多伪粉攻击，甚至还被喝倒彩、竖中指示威，但他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在接受采访时声称自己和孙颖莎在这场比赛中没有输赢之分，况且莎莎还年轻，有着不可估量的未来。相比起东京时急于证明自己，巴黎沉稳低调的陈梦才是观众心中那个熟悉的大梦。陈梦也学会了如何在公众的目光下保持自我，如何在批评声中找到前进的动力。3年的时光对于运动员而言，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成长的契机。但对陈梦来说，这段时间是他由奥运冠军向更成熟的运动员蜕变的关键时期。关于巴黎奥运会这场女单决赛，与其说30岁的陈梦是赢了比赛，不如说她是赢了自己。作为女乒界的佼佼者，在奥运赛场上获得辉煌成就后，遭遇长期的网络暴力，面对这种逆境，她并没有选择放弃，相反，她以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从低谷中一步步攀登，最终以更加坚定和强大的姿态重返赛场。这坚韧和毅力让人不得不佩服。无论是陈梦还是孙颖莎，他们都是梦想的捍卫者，也是卓越的运动员。我们不应该因为一时的偏好而有所偏颇，而应该给予每一位运动员平等的尊重和支持。